浸泡腐竹别只用清水，教你大厨做法，试试这招，它能快速泡软，无硬心更入味。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彩味。爱吃腐竹却总被泡发难住，明明提前几个小时用清水泡下锅时还是有硬心，临时想吃又没时间等，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柜子里落灰。其实泡腐竹根本不难，学会这招，往后想吃随时泡，再也不用提前计划。买回来的腐竹剪成5到6厘米的小段，这样能让每一块都均匀接触水分，大大缩短泡发时间。选腐竹也有讲究，千万别图便宜买那些颜色发白没有什么味道的。优质腐竹应该是自然的淡黄色，凑近闻能闻到浓浓的豆香味，摸起来干燥不发潮。虽然价格可能稍高，但新鲜度和口感都要好得多。泡发后也更有韧性，吃着才香。接着往里面加入温水，注意是温水，别用冷水，泡发慢还容易有硬心。也别用开水，会让腐竹表面迅速变烂，里头却泡不透。温水的温度大概在40到50摄氏度，刚好能让腐竹慢慢舒展，又不会破坏它的结构。关键的一步来了，往温水里加入少许的食盐，再滴几滴白醋。很多人泡腐竹只知道用清水，难怪总泡不好。食盐能让水分更快渗透进腐竹内部，还能提前给腐竹入点底味。白醋则能帮助软化腐竹的纤维，让它泡得更透彻，同时还能去除腐竹可能带有的一点点豆腥味，一举两得。搅一搅，让盐和醋化开，盖上盖子，确保每段腐竹都浸泡在水里，然后静置10分钟。处理完腐竹，咱们再来准备些点睛的配菜，清爽解腻还提香。一把新鲜的香菜切成小段，香味能更好释放。切好后先装入小盘子里备用。接着取一个紫皮洋葱，紫洋葱风味更浓郁些，对半切开后再切成细细的洋葱丝。切的时候尽量切得均匀些，这样既好看，吃起来口感也一致。切好后同样装盘放一旁。再来处理一根脆嫩的黄瓜，先放在案板上，用刀背轻轻拍一拍，把黄瓜的主汁拍散，这样后续调味时更容易入味。拍好后切成小段，装入盘中备用。再来准备点增香提辣的辅料，取几瓣大蒜，用刀拍扁，再剁成蒜末。经过拍和剁这2步，大蒜的辛辣香味能充分激发出来。再准备几个小米椒，能吃辣的可以多放2个。去蒂后切成圈。切好后和蒜末放在同一个碗里，香辣味一下子就有了底。跟着往里边加入1勺芝麻，起锅烧热，先倒入适量食用油，趁着油还是凉的，抓一把饱满的花生粒放进去，保持小火慢慢煸炒。听着花生在油里发出滋滋的清香，颜色也逐渐从浅黄变成诱人的焦黄色。这时候花生的香味已经完全释放出来，满屋都飘着坚果的焦香。炒花生一定要有耐心，火大了容易外糊里生，小火慢炒才能让每粒花生都香脆入味。等花生炒得差不多，连带着锅里的热油一起哗啦一声浇进刚才装着蒜末和小米椒的调料碗里，赶紧用筷子快速搅拌几下，让香味充分融合。趁着这股热乎劲，往调料碗里依次加料：1勺食盐，半勺鸡精，1勺生抽，1勺香醋，
最后再来半勺香油，然后充分搅拌，直到所有调料都完全融化混合，料汁看着就油亮鲜香，光闻着就让人忍不住咽口水。这碗料汁可是这整道菜的精华，酸甜咸鲜，还带点辣，拌啥都好吃。这时腐竹也浸泡的差不多了，你会发现原本干硬的腐竹慢慢变得饱满柔软，捞起来捏一捏，里外都软乎乎的，完全没有硬心，用来炒菜、凉拌或者炖汤，口感都会特别好。这样浸泡的优势可不少：一、速度快，10分钟即可泡好；二、无硬心，保留韧性不软烂；四、易入味，后续做菜更吸味。泡好的腐竹先控干水分，装入盘中备用。接着烧一锅热水，水开后把腐竹放进去焯水，大概1分钟就行，既能去除豆腥味，又能让腐竹口感更紧实。时间一到，迅速把腐竹控水捞出，马上放进提前备好的凉水里过凉，这一步可别省，凉水能让腐竹瞬间收缩，保持脆嫩的口感，还能防止余热把腐竹焖软。等腐竹完全冷却后，再次控进水分，装进一个大碗里。这时候把之前准备好的黄瓜条、洋葱丝、香菜段一股脑倒进去，再淋上调好的料汁，双手兜底翻拌均匀，让每一根腐竹、每一块配菜都裹上鲜香的料汁。很想知道屏幕前的你来自哪里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能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再次相遇，真是件奇妙的事。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不妨点击订阅按钮，后续还有更多实用小技巧等你解锁。装入盘中，既香美味。这样做出来的腐竹口感脆嫩又带着点韧性，完全没有硬心，吸足了料汁的咸香酸辣，配上清爽的黄瓜、微甜的洋葱和提香的香菜，还有香脆的花生粒加持，一口下去层次丰富，开胃又解腻，不管是当凉菜还是配粥下饭都特别合适，夏天吃更是清爽到停不下来。好啦，今天这道快手又美味的凉拌腐竹就做好啦，是不是超简单？学会这泡腐竹的妙招，以后想吃随时都能安排，配粥下饭都合适。我是乐乐妈，喜欢今天的分享，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给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小窍门。咱们下期再分享好吃的，不见不散哦。